我替二叔打理果园，二叔一年净赚500万，年底分红他塞给我3000块，说园子是他的，树是他找我栽的，我就是个看园子的。要不是看在我是他亲戚的份上，这活他早就找狗干了。我二话没说，拿着3000块转身就走，反手包下村后那座野草都不长的荒山。直到第2年连阴暴雨，二叔满园车厘子裂果烂成泥，腐臭熏天。我带着几10辆货车满载红彤彤的车厘子停在他果园前，二叔的脸瞬间惨白。二叔跪在烂泥里抓着我的裤脚，求我救他的树。我只说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听说那天二叔跪在满是腐败车厘子的园子里，把自己的脸都扇肿了。那天下午我正在果园里修剪枝叶，二叔开着宝马就冲到我面前，一见我一身。小野，今天账我算完了，3000给你转过去了。二叔脖上的金链子晃得人眼睛疼，他一手夹着崭新皮包，另一只手上戴满了戒指，金的、玉的宝石闪闪发亮，嘴里镶嵌的大金牙泛着有光。你也别嫌少，这园子是二叔包的，树苗也是二叔掏钱买的。你干的活不就是看看园子吗？说句难听的，树底下拴条狗，来人他也叫唤2声，跟你干的是一回事儿。二叔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一下。你说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亲侄子的份上，3000不少了，年轻人要知足，要感恩。感恩，我听着这2个字心里发苦。几张皱巴巴的红钞票被他像扔垃圾一样轻飘飘地扔在了我脚下的烂泥里。当时二叔的车厘子病死一大片，一颗果子都没有结，他求着我来帮忙。当初说好的37分变成了3000块，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用微生态技术帮他调理的果园，在他眼里就是拴条狗都能干的杂工。我的手掌攥紧又松开，指甲在掌心掐出4道白印。我没说话，捡起地上沾满泥水的钱。行，钱我收了。二叔大概没想到我这么识相，愣了一下，随即笑容真切了几分。这就对了，拿着钱回城里好好玩玩。对了，走之前把园子东头那几排滴灌管子检查一下，好像有点堵。我没吵没闹，只是平静地拿着那3000块钱掸了掸泥，揣进兜里。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了冷风里。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寒战。3年了，我从没在凌晨2点前合过眼。施肥打药，疏花疏果，测土配肥，哪一样不是我辛辛苦苦趴在地里干出来的？笔记本上每一棵树的长势，每个枝组的挂果量，每一遍追肥的配比，一笔一画记了满满一本。我很清楚，没有我的技术，这片看似肥沃的果园不出半年就会变成废土，车厘子也全都会死光。我沿着村里的土路一直走，怀里的那个农业微生态笔记本是别人眼里的废纸，却是我3年的心血。我没回家，沿着村道一直往村后走，尽头是那座废弃了10几年的矿坑荒山，山体裸露，土壤硬得像石头，踩上去硌脚。雨水落下来，直接顺着坡面流走，半分都渗不进去。别说种车厘子，连生命力最强的狗尾草都活不了。村里人都叫它死荒山，白给都没人要。我蹲下来抓了一把干透的土块，用力碾碎，凑近鼻尖闻了闻，土壤里的重金属残留，酸化板结，在别人眼里这是废土，却是培养我那套菌群最佳的土壤。一个念头在我心底疯长，我要在这里种出全村里最好的车厘子。他不是说看园子的活拴条狗都能干吗？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我直接去了村委会，找村主任签承包合同。村长震惊不已：小野，你疯了？那破山头白送都没人要，你包他干啥？我看着村长，1年租金多少？村长叹气：你真要包，1年1000块意思下，回头你赔得底朝天，可别怪我没劝你。我计算了一下成本，把刚到手的3000块直接签了3年承包合同，一次性付清租金。签完字按完手印的那一刻，我把合同折好揣进怀里，走出村委会大门。天已经擦黑，我来到那座荒山，眼前是一片死寂的黄土坡，龟裂的土块硬得像石头，漫山遍野全是发白的碎石，连一根野草都扎不下根。消息一传开，全村人都跑来看笑话。周野是不是被二叔刺激傻了？死荒山能种出车厘子？他二叔给他点钱，全砸荒山废田里了，真是败家。二叔更是开着那辆宝马来我面前炫耀，想发财想疯了，指望这堆破地方结车厘子？等你赔的要饭了，二叔果园里那条看门狗的饭盆旁边还能给你留个位置。我没理会那些嘲讽，盯着眼前的荒山，眼里全是希望。这不是烂摊子，这是我翻身的战场。改造荒山的第一步是深翻改土。我借了一台小型挖掘机，从山脚到山顶深翻半米，把板结了10几年的死土全部打碎，露出底下的生土层。又从山下养殖场拉来10几车腐熟羊粪，还有粉碎的玉米秸秆，一层土一层粪一层秸秆，反复拌匀埋进土里。铁锹的木柄被汗水浸得发黑，手上磨出一层水泡，破了结痂，痂掉了再磨破。科学改土不是靠嘴说，是靠数据，靠菌群，靠时间。等着吧，用不了多久，
这座死山会活过来。土块打碎，有机肥拌好。接下来是菌群。等到夜深人静，我从屋里搬出4个黑色塑料桶，这是我藏了2年的底牌，里面是我亲手筛选扩培的复合微生物菌液。我按比例兑水稀释，背着喷雾器，把菌液均匀喷遍整座山。喷完立刻翻土，把菌群埋进土层，让它们快速繁殖。为了避开紫外线，我连续7天昼伏夜出。白天我像个拾荒者，修补梯田，清理碎石。晚上我就是这座荒山的医生，用菌群唤醒沉睡的土壤。改造第3周，一场小雨给我带来了奇迹。雨停后，我爬上山顶，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本灰白板结的荒山表层泛起了一层深黑色，原本一片死寂的土地上冒出小草新芽。我蹲下来，用手指轻轻一捻，土壤松软散开，像棉花一样。凑近一闻，没有酸臭味，只有干净清新的泥土腥气。我知道菌群活了，有机质在快速积累，土壤团粒结构正在重建。这块死了10几年的土地真的被我救活了。我攥紧拳头，神情激动。接下来就是栽苗，等花开，等果红。我正蹲在荒山上挥汗如雨的翻土，手机响了，是二叔周二奎。小野还蹲在那堆破石头上玩泥巴呢。有事儿？二叔刚花1天70块钱请了个老头看园子，比你听话多了。你慢慢在山上刨你的坑，等明年二叔赏你点果子，留着喂鸡。我挂断电话，低头看了看翻好的土。二叔不知道，他园子里的车厘子明年全部都会变成烂果。土壤达标，我立刻移栽车厘子苗。这些苗全是我在秘密苗圃里亲手嫁接培育的，成活率100%。我按标准行距挖定植穴，每穴再放1小把菌跟真菌接种剂，轻轻把苗放进坑里，回填细土，浇透定根水。阳光洒在嫩绿的树苗上，叶片泛着光泽。我拿出笔记本，记下每一行的珠句：土壤湿度、苗情长势。忙到天黑，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刚推开门，我的爸妈和妻子小暖就满脸担忧地围了上来。妻子连忙接过我手中的农具：怎么最近都这么晚回来？你们先吃，不用等我。最近园子里活比较多。母亲担忧：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嘴唇都白了？没事儿，妈，就是有点饿了。父亲添饭：快来吃饭吧。饭桌上，母亲盯着我，欲言又止。小野，你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忙，你二叔今年赚了300万，到底给你分了多少？今年园子效益不错，二叔挺高兴的，该给的都给了，比往年强。二叔说年后还要扩2个棚，到处都要用钱。园子是他的，树苗也是他掏的，我一个搞技术的拿这些已经不少了。我把编了一路的话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爸始终低着头扒饭，碗里空了也没抬头添。小暖坐在旁边看着我，筷子搁在碗沿上，一口没动。那到底是多少？反正够用，妈，你别操心这个。小暖突然站起身，端着碗进了厨房。晚上，小暖躺在床的另一侧，背对着我。老公，你有什么别自己一个人扛着，你还有我。我伸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抖了一下，没转过来。我把手收了回来，看着天花板上那块产水印子。隔壁父亲压抑的咳嗽声隔着墙传过来。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把所有钱都砸进了那座死荒山。我不想让爸妈为我担心。转眼到了年底，村里处处透着过年的热闹劲儿。我家准备请杀猪饭，我爹天没亮就磨好了刀。妈在院子里支起大锅烧水，喊我上街买配菜。我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电动车上挂满了菜。骑车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全是地里的事。我的土壤检测报告该到了。突然，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正蹲在菜摊前挑番茄，手机响了。我接起来，手指攥着番茄没松开。周先生，我是农科院的技术员。你的土壤检测报告出来了，有机质含量是果园土的3倍，有益菌罗密度达到健康森林土壤标准 ，pH 值稳定在6.5。我站起来，激动地捏爆了番茄。真的吗？太好了！当然，说句实话，这水平全行业没几个人能做到，这技术真的绝了，土壤生态循环完全建立，种什么都能高产优质。谢谢你，我暂时先不考虑了。行，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们随时欢迎。这样的人才，我们可不想错过。挂断电话，我长长舒了口气，压在心头几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落地。这荒山彻底被我盘活了，接下来只需要等待车厘子苗慢慢长大。我回到家，却看到二叔带着人大摇大摆地坐在我家的饭桌上，而我妻子父母正在给他们端茶倒水。二叔带着人足足坐满了2桌。我们家请客杀猪，他搁这儿又唱又跳的。我一进门就看见二叔和大老板们坐在主位上有说有笑的，把我父母都挤到了一边。二叔看到我进门，装作没看见，故意大声地叫我的妻子：小暖，愣着干嘛？快给我们大老板添酒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我握紧拳头，却被母亲拦下，摇了摇头。落座后，全部人都用嘲讽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二叔一家才是主人，而我只是客人。
酒过三巡，二叔端着酒杯站起来。周野这孩子帮我在我园里帮忙看看树、浇浇水的，人实在，就是脑子不太灵光。今年园里挣了点钱，我给了他3000块，我想着自己侄子嘛，照顾照顾。你们说我够意思不？满屋子亲戚全都扭头看向我，我的父母气得脸涨红，妻子小暖端着酒壶，手一抖，酒水洒到供应商身上。供应商怒吼：干什么？这一家子怎么都是傻子？倒杯酒都倒不好。二婶帮腔：就是小野啊，也就你二叔看得起你，这不为了让大伙好好认识你，才带着所有人来你家吃饭，这都是给你面子啊。我拉住小暖，稳住她慌乱的身形，笑着接话：是承蒙二叔看得起我。听说你包了那座死荒山，想种车厘子，年轻人有闯头是好事儿，赔了再来找二叔看门。满桌人哄堂大笑，收购商们跟着附和嘲讽。我爸妈的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收购商大笑：年轻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那破山头连草都不长，还想种车厘子。二婶劝说：跟着你二叔好好干才是正路，瞎折腾纯属浪费钱。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接过妻子的酒壶，给自己和二叔满上一杯。二叔说的对，二叔说的对，这些年都是二叔关照。我端起面前的白酒杯，仰头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水划过喉咙，烧得胸口发烫。这杯酒敬的不是二叔，是我3年为了狗的付出。喝完这杯，恩断义绝，再无瓜葛。二叔看着我满脸得意，以为我服软认怂了。他不知道这是我给他送的最后一程。酒席散场，把二叔一群人送走后，我们一家人沉默地坐在饭桌前，看着满桌的剩饭剩菜一片狼藉，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父亲叹了口气，过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爸信你，放心去干吧，有我们呢。母亲站在一旁不停叹气，妻子在一旁抹着眼泪。我看着爸妈苍老的脸，心里酸涩。我抬手擦拭着妻子的眼泪：爸妈，小暖，对不起，今天让你们跟着丢脸了。妻子愤慨：真正丢人的是你二叔，我们不怕，我只是心疼你受了这么多委屈。老公，你尽管放心干吧，你种一天地，我浇一天水，我们永远支持你。我坚定地看着父母：爸妈，老婆，你们放心，等明年园子开花结果的时候，也是咱们家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再给我点时间。送爸妈和小暖进屋后，我一个人来到了果园。夜色很浓，月光洒在山坡上，整座荒山只有风声和树叶轻轻摩擦的沙沙声。我站在山顶，看着满山坡的车厘子。我路过石桩座没听见，有人蹲在田埂上问我今年什么打算。我说还在搞那片山。对方低头点了根烟，没接话。所有人都等着看我会被这座荒山拖成什么样，只有我知道，每天晚上我的树苗都在悄悄长高，每1厘米都是证据。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和恨铁不成钢。有人路过荒山脚底下，会故意放慢脚步，往山上瞟2眼，然后叹口气，摇着头走开。小野，你二叔那边最近又招工了，你托人说一声的事儿，何苦非耗在这儿？隔壁村的那个谁，也是不信邪，包了块荒地，现在欠了一屁股债，老婆都跑了。这些话我听得耳朵起茧，他们看到的只是我爹蹲在门槛上叹气有多落魄，而我二叔的大棚又扩了20亩有多风光。这些风光都是表象，事实上，一切局势已经在暗中逆转了。我在山脚搭了一间简易板房，把行军床搬了进去。从那天起，我吃住都在山上，每天凌晨4点起来测土温，7点巡查每一棵树的叶片颜色和枝条长势，傍晚再测一次土壤湿度。笔记本上的记录越来越厚，我的嫁接苗每一棵都在夜里悄悄抽叶，根越扎越深。4月，春风吹满山头，我荒山上的车厘子树全开了花，白茫茫一片，像落了满山积雪。花香飘出几里地，花开得又大又整齐，证明成熟后的结果率是很高的。蜜蜂从早到晚在花间嗡嗡地飞，整座山都是振翅的声音。而山下二叔的园子，因为常年猛施氮肥，树势虚旺，花期参差不齐，花朵稀少。我站在他园子边上，能看见有些枝条上的花苞还没打开就干枯脱落了。我绕着二叔的果园走了一圈，发现排水沟早就被杂草堵死，淤泥堆积，根本排不出去水。我摇了摇头，他只懂用化肥拼命催果，从来不懂管护根系。我二叔为了扩产，一味地打激素催熟，殊不知这在给自己埋下祸根。那树苗看起来生长良好，根系早已开始腐烂。我只等一个机会，让暴风雨彻底摧毁这表面的繁荣。
我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车厘子进入转色成熟期，眼看就要丰收采摘。入夏后，手机上开始弹预警，气象台连发3条，罕见连阴暴雨，持续1个星期，降水量极大，100年一遇。我站在山顶，把预警短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我要等的就是这场雨。车厘子最怕成熟期遇雨，我看没了我的种植技术，二叔的园子怎么扛过这场大雨？我立刻来到果园，沿着排水渠一级一级往上查，主干渠、支渠、汇水沟，每一条都走了一遍，确保排水系统万无一失，没有一处堵塞。我蹲下来抓了把土，在掌心捏了捏，土壤渗透率正常，团粒结构扛得住连续冲刷，增氧滴灌系统运转平稳，压力表指针稳稳地停在绿色区间，确保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后，我站在山顶往下看。二叔的园子里，几个工人正围在棚子底下打牌。有个工人抬头看了看天，嘟囔了一句，然后又低头摸牌。排水沟还是去年那条，沟底被淤泥和杂草堵得死死的，树盘周围没有任何纰漏。我笑了，该来的终究要来，这场雨就是我跟二叔之间最后的结算单。满山的车厘子开始结果了。开始枯黄。为了维持二叔那片园子，我以前每天凌晨3点爬起来测指标，半夜下雨第一个冲进雨里查积水。他施肥催熟打激素，让果子更红的时候，我拦过，他不听，他骂我书呆子不懂变通，我只能不吭声，夜里给树滴益生菌平衡液帮他救树。这3年我为他省下的药钱和死树损耗加起来不止几十万，可他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他觉得他出了地租，大自然就该无条件给他回报。这天下午，我正在树下查看果实，手机响了，是二叔。小野，在家闲着没？有几棵树叶子有点发黄了，明天早上6点你带上剪刀来我园里帮我修修叶子，别让村里其他人看见，传出去还以为我园子出了什么问题。他的语气还是那样理所当然。我握着手机，指节有些发白。没问题，二叔，黄了几片叶子而已，不打紧。晚上小暖提着饭菜上了山，他看见我蹲在棚屋门口磨剪刀，旁边摆了一排磨好的，每把都锃亮。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手上的活没停，磨刀石上溅起细碎的火星。小暖神情充满不安。这天不正常，村里广播刚才响了，说上游水库已经开始泄洪了，这几天怕是有场大雨。他站在棚屋边上，看着那些磨得锃亮的剪刀，手不自觉地搅在一起。老公，你那果子行不行？还没红透呢，这场雨下来了，万一全毁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膝头上的土。放心吧，今晚就算天塌下来，这片山都拖得住。正好下点雨，给我的树浇浇水。小暖叮嘱。那你记得多看看园子，万一下雨别让雨水泡了。我没告诉他马上就会有强暴雨，也没告诉他二叔的园子排水沟堵了大半年，他的园子连个出水口都没有。天彻底黑透的时候，风开始一阵一阵地刮过头顶，树叶哗哗响，满山的车厘子树都在轻轻晃。暴雨如期而至，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噼里啪啦作响，一夜未停，雨幕密得连山脚下的村子都看不清。我穿着雨衣站在果园山顶守了整整一夜，每隔1个小时我就打着强光手电去检查一遍排水渠。雨水顺着我修的排水渠快速分流下山，没有一处积水。山的地形加上我的排水系统，正好完美规避了这场暴雨带来的冲击。我的果园土壤细薄水分，却始终保持通透，不涝不自，踩上去能感觉到那股松松软软回弹劲儿，像踩在棉花上。而山下二叔的果园却是另一番风景，雨水已经漫进果园，淹没树根排不出去，浑浊的泥水把树干基部都泡了进去，水面上飘着一层被冲落的车厘子，积水泡根，树根坏死，已经成定局，神仙难救。我看着漆黑的雨夜，心里平静无波。天道酬勤，也酬技术，不愁懒惰和傲慢。雨下了整整1个星期才停，太阳出来的时候，水汽从地表蒸腾起来。二叔的园子里弥漫着泥土和腐叶的味道，臭得过路人都掐住鼻子。我沿着山路往下走，路边的排水渠还在缓缓流淌，水是清的。还没到二叔园子，就闻到了一股酸腐味，那味道像烂掉的苹果混着发霉的木头，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站在二叔园子的铁丝网外，我看到他满园的车厘子大面积裂了果，果皮从果柄处崩开，红红的果肉外翻，一颗接一颗烂在枝头。太阳一晒，裂口氧化发褐，整颗果子像一只只烂掉的眼睛，烂在枝头，掉在地上，
更致命的是根。积水泡了2天，开始树干发黑腐烂，树叶卷边枯萎，几棵树整棵往下耷了，树冠歪向一边，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倒了。二叔站在园子中间，浑身是泥，眼睛瞪得血红，疯了一样用桶往外舀水，舀不出去，水根本排不走。他每次挥桶泼出去的水还没有从地里渗回来的多。他抬头看见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上来一把拽住我的裤腿。小野，你一定有办法吧？快帮帮二叔！我一脚踹开他。二叔，我没有。二叔恼羞成怒，放屁！你那山上的车厘子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二叔指着我的果园往山坡上看，满山的车厘子树，硕果累累，每一棵都紧实饱满，果面油亮泛光，红得像一片玛瑙海。山风吹过来，没有一丝腐臭味，只有车厘子成熟后的甜香。二叔不停质问：你怎么做到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只有你的车厘子长得这么好？二叔连滚带爬从山脚跑上我的荒山，他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爬起来继续跑。他一眼就看到满树通红的极品车厘子，瞬间僵在原地，嘴里念叨着不可能，连着说了3、4遍。再看看自己满园裂果烂树，脸色惨白如纸。他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在泥地里，泥水溅起来，打湿了他的裤腿和衣摆。小野，二叔错了，二叔真的错了，你帮我救救我的树，我出5万不10万，多少钱都给你。我冷笑一声，你现在知道问我了，早干嘛去了？你不是说这活拴条狗都能干吗？你去问你的狗啊！我低头看着狼狈不堪的他，我往后退了一步，眼神冷淡厌恶。往后退2步，别把你脚底的烂泥踩进我的果园。二叔的手从我的袖子上慢慢松开了，他退了2步，脚下踩到自己园子里涌出来的烂泥，身体晃了一下，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彻底击垮了。他跪在了那片烂泥里，膝盖陷进去，泥水没过他的小腿。二叔低头看着自己满手的烂泥和裂果残渣，猛地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啪一声脆响，在清晨空旷的山脚下传出去很远，紧接着又是一个又一个。他的嘴角渗出血丝，但他没有停，一巴掌接一巴掌，直到脸颊肿得老高，手掌也打红了。他跪在泥里嚎着，路过的村民站在远处看着，没人敢上前劝。满树的烂果在阳光下像一坨坨发黑的疙瘩，腐臭味随风飘进村子。二叔还跪在山脚烂泥里的时候，冷链车已经开到了我山下。一线城市的高端生鲜采购商早接到我的电话，带着检测设备亲自跑了一趟。他随手摘下一颗，测了糖度和果径，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看了2遍读数才敢相信。周老板，这个品质是极品中的极品，每个果径32以上，糖度22，果肉硬度满分。今年碰上大暴雨，其他人的果全坏了，你这批货我按市价5倍收，现在就打款。对采购总监说没问题。我回到山上提了一小筐果子，走到还在烂泥里呆坐着的二叔跟前，放下筐子，搁在他脚边的泥地上。二叔，这是我山上结的果子，赏你点尝尝。二叔没想到曾经嘲讽我的回旋镖这么快扎到自己身上，脸色煞白。说完，我站起身，对身后的采购总监说：装车吧。冷链车一辆接一辆开出村口，总共17辆车，在村道上排成一条长龙。第一笔预付款打进了我的账户，300万整。与此同时，二叔的手机也在疯狂响起，渠道商的催货电话一个接一个。他签过对赌协议，交不出货要赔3倍。他瘫坐在烂泥地里，手机掉进了水坑，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收购商最后一条消息：周老板法庭上见。我没有回头看他。冷链车的尾气在村道上慢慢散去的时候，妻子从背后挽住了我的手臂，她的眼睛红红的，但嘴角是扬起来的。阳光洒在山坡上，满山的车厘子树正在微风里轻轻晃着枝头。这一季的果子全部出完以后，我把最后一笔货款也收齐了，加上冷链职工的尾款，净利润刚好过了500万。我在棚屋里做了整整1个下午，把这3年的笔记本从头翻到尾。第1页还沾着二叔园子里的泥印子，最后1页写满了今年采摘的数据。这季果子全部出完以后，我去市里买一套大别墅，给爸妈翻修一下老院子，让他们安享晚年。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画面，现在伸手就能摸到了。而一墙之隔的二叔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绝望的一段日子。去年他为了拿到渠道商的高价订单，跟好几家都签了对赌协议，约定必须供应指定果径以上的金苹果，否则3倍赔偿违约金。他当时信心满满，觉得今年扩了2个棚，产量翻番，怎么都能交上货。可现在他只剩下一汪泡烂的树根和满园烂果，几百万的违约金像一座大山砸下来，连个缓冲的坡都没有。所有懂行的人都被他打遍了。王技术员说神仙也救不了泡了这么久的烂根，李老板说根腐病已经进了主根，全废了。一个个电话挂断，得到的回复全是一样的。他这才明白，原来离了我那片园子连烂泥都不如。他一直以为看园子拴条狗都能干，
现在才发现能把那片破土压制3年，是我耗费了多少心血。可笑的是，他亲手用3000块钱把我这个真正的护身符给扔了。我妈坐在门里没出声，手指绞着围裙的脚。二婶跑到我家，站在院门口哭着求我借钱给他们周转。小爷呀，就当看在亲戚的份上，拉我们一把吧。二婶，当初你和二叔在我家酒桌上把我们当佣人使唤侮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这样一天，是你们先把事做绝？二婶的哭声顿时停住，错愕地看着我。她大概没想到我会拒绝的这么干脆。我关上了院门。二叔把车离子园和奔驰一起挂牌出售，中介把信息挂出去好几天，只有一个买家来看过，是个专门收破产果园的黑心老板。园子外面转了半圈，用脚踢了踢烂掉的排水管，伸出一根手指。你这园子光清泥就要好几万，病死的树还得挖走重栽。二叔把车离子园和奔驰一起挂牌出售，中介把信息挂出去好几天，只有一个买家来看过，是个专门收破产果园的黑心老板。园子外面转了半圈，用脚踢了踢烂掉的排水管，伸出一根手指。你这园子光清泥就要好几万，病死的树还得挖走重栽，地也得改，连地外带那几台破设备，我最多给你3万。二叔蹲在园子门口，盯着自己脚上的泥，半天才喃喃张嘴。3万，我几台水泵还是去年新买的，所有的机器都是最新的，树种也是最好的。那老板怒吼：机器都泡过水还能用吗？你这树现在烧柴都嫌湿，爱卖不卖吧，除了我没人接你这烂摊子。办完转让手续，老板点了3万现金扔给他，钞票散了一地，几张被风吹得翻了个面。二叔捏着那沓钱站在原地，手指在钞票边缘来回搓，这是他这辈子的最后一点家底，欠的钱像一个窟窿一样补不平。他抬起头，隔着铁丝网看到了我，我手里正拿着对讲机，在果园里从容地调度新一季的嫁接苗移栽。冷链车装满果子，一辆接一辆往外开，我连眼角的余光都没有分给他。这种彻底的无视，比当面扇他耳光更让他崩溃。他看着我满山的红果子，再看看自己手里薄薄的3万块钱，一股难以言喻的悔恨冲垮了他的理智。他大叫一声，疯了一样冲向园子旁边一台崭新的水泵，举起铁扳手狠狠砸了下去。水泵外壳应声碎裂，零件崩了一地，又一台值钱的设备变成了废铁。他砸完了，蹲在地上大口喘气。周围一片安静，没有人上去拦他，也没有人拉他。我站在园子外远远地看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1个月之后，我的车离子园进入了新一轮的修建期。合作社的果农正在山上热火朝天的整治绑蔓，清理残枝落叶，剪下来的枝条堆在路边，晒干了可以当柴烧。但最近我发现有些不对，山脚下的几棵嫁接苗被人从基部剪断了，剪口很整齐，用的是专业的修枝剪，一次性剪了4棵，断口处还渗着粘稠的树叶，说明是夜里刚剪的。这绝不是路过的野孩子干的，而是懂行的人下的手。我第一时间调出了监控录像。自从车厘子开始挂过，我在山上装了全景监控，360度无死角覆盖整片山坡，画面很清楚。半夜2点17分，一个佝偻的身影翻过铁丝网，拿着修枝剪直奔最粗的几棵树苗。那个人在树下蹲了不到3分钟，剪完就跑，头上的帽檐压得很低。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二叔。他虽然穿着旧工装，身形比以前瘦了一大圈，但他走路的外八字步，那顶打农药时戴的旧帽子，连颜色都没换。摄像头清晰地拍下了二叔的脸。我盯着屏幕，把那3分钟反复放了5遍，又往前翻了翻存档。7天前的凌晨，同一个身影在出水口蹲了半个小时，往排水沟里塞建筑废料。再往前翻3天，他偷了6棵真木苗，用旧报纸裹着根，鬼鬼祟祟地翻出铁丝网，前后后整整4次，每一帧都拍得清清楚楚。妻子小暖站在我身后看着屏幕，气得手指都在哆嗦。我把监控画面按日期排好，一段一段拷进 U 盘，每一段都标注了时间戳，精确到秒。他坐在审讯室冰凉的椅子上，戴着手铐，垂着头。民警跟我说，这些事实已经清楚，接下来会提起公诉。我正准备离开派出所的时候，门外又进来一群人，不是民警，是几个穿着黑夹克的男人，手里拿着文件夹。领头进门的男人把文件夹拍在桌上，指着二叔：周二奎，你去年借的5把借款加上利息，一共670万，逾期3个月了。今天我们当着警察的面把还款协议签了，否则我们就起诉你。二叔猛地抬起头，满脸惨白。他当初为了扩那2个新棚借了钱，他以为果子卖了就能还上，没想到一场大雨把满园果子全烂在了地里。那些追债的人把还款协议往他面前推了推，二叔戴着手铐的手指捏着笔，颤抖地签下字。妻子难以置信地捂住嘴：是二叔，他怎么这么歹毒？我没说话，把监控录像拷了4份，1份交到派出所，1份备份到云端，1份锁进保险柜，1份存在合作社的档案室里。民警上门找二叔做笔录的时候，二叔还在嘴硬。他说监控里的人不是他，他那天晚上在家睡觉，哪儿都没去。民警没跟他废话，直接把4段监控画面投到他面前。第一段，他在剪树苗，剪口位置和现场完全一致。第二段，他在出水口塞石头，手里提的编织袋和他家院子里堆的那批一模一样。第3段，他在偷苗，果苗的旧报纸后来在他院子里找到了。第4段，他又来剪树苗，连衣服都没换。时间戳一个挨一个，每个画面右下角都印着精确到秒的时间码。二叔脸色惨白，最后低下头全认了。根据后续查证，二叔交代的破坏行为不止这4次。
开庭那天我去旁听了，法庭不大，旁听席只坐了3、4排人，我选了最角落的位置坐下。二叔被带进来的时候，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大半，穿着囚服，手腕上戴着手铐。他走过旁听席的时候，抬头扫了一圈，看到我坐在角落里，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朝我走过来，只是一直垂着头，肩膀塌着，像个被抽空了气的皮球。庭审很顺利，监控录像、现场指认照片等证据链条完整的，没有任何缺口。每放出一段监控画面，二叔的头就往下低1寸。二叔对所有破坏事实当庭供认不讳。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要陈述的，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3个字：我错了。最终判决下来后，法警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怨恨，没有求饶，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空洞，像一口枯井，底下连回声都没有。我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在他走出侧门之后站起来离开了旁听席。走出法院大门，太阳正好照在台阶上，小暖在门口等我，他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的手臂挽得很紧。回去的路上看到二婶蹲在院门口收拾东西，房子被查封了，门口停着几辆搬家公司的车，工人正在往外搬家具。一个工人搬着一个旧衣柜从我们身边走过，柜门上的镜子碎了一个角。二婶抱着一个蛇皮袋坐在台阶上，眼睛肿得像核桃。看到我之后，她把脸别了过去。小暖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走吧，回家。我没有再看她。阳光照在山坡上，满园的车厘子树正在抽新梢，树不等人，该修剪了。我的生活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上了快车道。之前的收购商后来看你在山上闷声干了1年，又看了你的化验单，又看那满山的好果子，我才知道自己眼瞎，跟着你干，心里踏实。我让他进了门。合作社的技术培训每周1次，我把改土、测土、菌剂扩培、修剪标准和滴灌配肥全部做成标准化流程，手把手教他们。大家学得很认真。老刘虽然年纪大，但笔记记得最仔细。他的本子上歪歪扭扭画着排水渠的示意图，旁边标注着坡度不小于3/1000。收获季结束，合作社的果子被3个渠道商包圆，价格比去年还涨了1成。分红发下去那天，老刘把信封拆开数了又数，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眶湿了。我种了一辈子的地，还是头一回拿到分红。小野啊，谢谢你。这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一股浓烈的劣质香水味飘了进来。抬头一看是二婶，她穿了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旧外套，袖口磨得起了毛边，手里拎着一袋皱巴巴的苹果，站在门口，嘴张了好几次都没说出话来。小野，二婶来看看你。我没有让她进来，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把苹果放在门槛上，转身走了。保安把那袋苹果从我门口拎走了，我连看都没多看一眼。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二叔刑满释放，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沉闷的金属摩擦声，他踉跄着跨出来，站在门口愣了很久，头发已经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身上的旧衣服空荡荡地挂在他瘦削的骨架上，没有人来接他。他站在监狱门口往左右看了看，路是空的，只
只有雨丝斜斜地飘着。他沿着村道往回走，脚下那双解放鞋底子磨得快没了花纹，踩在湿滑的泥地上直打滑，每走一步都很慢，像是踩在自己过往的恶行上，每一步都重得抬不起来。二叔走到自家门口，他停下了。原来气派的2层小楼已经易主，门上贴着法院的封条，封条的一角被雨打湿耷拉下来。院子里杂草长得齐腰深，窗户玻璃碎了2块，被风吹得直晃。他站在门外往里看了很久，最后没敢推门进去。他沿着村道往前走，走到了我的合作社仓库门口。仓库的外墙刷着雪白的涂料，上面用红漆写着车厘子种植合作社几个大字。隔着铁丝网，他看到了二婶。二婶穿着保洁员的工装，正蹲在分拣区打扫地上的落叶，头发白了大半，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要用手撑着膝盖才能直起腰。旁边几个分拣员一边干活一边聊着今年合作社的分红发了多少，聊着家里的孩子下学期的学费不用筹了。二叔站在铁丝网外，他伸出手抓住了铁丝网，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转身慢慢走了，背影弯得像一张快要折断的弓，在细雨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泥泞小路的尽头。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之前那个高端采购商又帮我牵线了3个渠道，都是专供1线城市精品超市和私域团购的大客户。以前是我找销路，现在是销路来找我。我不再满足于最初那片山头，我把合作社的规模扩大到周边连片承包，统一改土，统一供苗，统一定价，统一销售。老刘现在是分拣车间的负责人，他把当年帮我搬运液桶的那股劲全用在了品控上，每一批出库的果子他都要亲自开箱抽检，糖度不达标的当场退回。我给社里的果农开的底薪在整个产区是最高的，年底还有分红。那些当年在二叔园子里起早贪黑却拿不到多少工钱的果农，现在大多数都在合作社干活。老刘那天在食堂端着碗跟我说，以前给二叔干活不敢算明年的事，现在跟着你心里踏实。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张标准化种植流程表上，从头到尾稳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这片园子终于长成了我当年在棚屋里画在笔记本上的样子。除夕夜，我订了市里最好的餐厅，我妈站在包厢门口攥着我的手没往里走，她低头看了好一阵鞋底才肯往里迈步。我爸把外套脱下来不知道怎么放，叠了2下搭在椅背上，又拿起来重新叠了一遍。龙虾端上桌，壳红的晃眼。我妈拿着筷子半天没动，她伸出去轻轻戳了一下虾壳，筷子尖在硬壳上打了滑。这个怎么吃啊？我把虾壳掰开，白嫩的肉露出来，她夹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了好几下才咽下去。真好吃，以前吃的都是山珍，现在尝尝海味。然后给我爸也夹了一块。我爸盯着玻璃窗外面的夜景看了好久，沉默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城里就是不一样啊。吃完饭回到别墅，窗外满城烟火，窗内灯火通明。小暖端着饮料靠在椅子上，隔着玻璃看外面5颜6色的天。我妈小心翼翼夹了一只龙虾放在小暖碗里，问她烫不烫。这天晚上我们吃完饭，沿着步行街慢慢走回家。小暖穿了一件新买的红色呢子大衣，挽着我的手臂，皮鞋在石板路上滴答滴答响。她说想吃冰糖葫芦，我就给她买了一串。她咬了一口递到我嘴边，我说你吃吧，她就笑了，把剩下半串全吃完了。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窗内暖气开得极足。我把电视换到一个欢快的综艺节目，客厅里再次充满笑声。我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爸妈在厨房里争到底该不该放葱，看着小暖窝在沙发里裹着毯子刷手机，忽然觉得这一年所有的苦都值了。开春之后，合作社的规模又翻了一番，我把周边3个村子连片包了下来，成立了全县第1家标准化车厘子种植产业联合体。市里来了扶持政策，农业农村局把我的合作社列入了现代高校农业示范项目。挂牌那天，市里来了3个领导，村主任老陈激动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当年笑我包荒山是书呆子的村主任老陈，现在逢人就拍着桌子说，我一早就看出小野是个干大事。小暖在旁边听到，没忍住笑出声来。我为合作社制定了分级标准，特等果直供1线城市精品商超，优等果做高端私域团购，标准果走生鲜电商当日达，3条渠道互不冲突，利润结构比单一渠道稳定太多。当初租给我地的人现在是分拣车间的总负责人，干活那叫一个卖力。有一天收工后，他找我喝酒，喝了2杯，脸红扑扑的靠过来，小声说，小野，我给我孙子开了个账户，今年的分红全存进去了，够他念完高中。俺们村的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多亏了你呀！你愿意沉下心来建设农村，先富带领后富，是我们的大功臣。一旁的乡亲附和是啊。是啊，当初我们还和你二叔一起说你，我不计较，都怪我们认识太浅薄。我笑着摆摆手。这一年，合作社年产精品车厘子超过200吨，带动周边3个村近200户果农增收。当年笑我把钱往石头缝里扔的那些人，现在见面都管我叫一声周老板。我望着一片片长势良好的果园，我的人生一片坦途。